煮冻汤圆时切记不要开水就下锅，少了重要2步，难怪煮出来的汤圆破皮露馅还粘脸。大家好，我是乐乐妈。大家在煮汤圆的时候，特别是速冻汤圆，总会出现破皮或者是露馅的问题，不仅会影响到整体的美观性，就连口感也会变差。其实汤圆在煮的时候最忌直接下锅，这样煮汤圆不仅表皮不够 Q 弹，还特别容易炸开。下面就和您分享一下煮汤圆的正确方法。首先要把买回来的汤圆倒进盘子里面。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冻汤圆表面都有很多的冰霜，冰霜和干面粉包裹在一起，这上面的这一层的冰霜直接下锅的话，表面的冷霜和这一层面粉遇到热就会立马快速溶解，溶解掉就会粘连在一起，又会出现大量的糊状，这样煮出来的汤圆就特别容易糊汤。所以像这种的冷冻汤圆一定不能直接下锅煮，需要把它倒入盘中，让它化冻一会儿。接下来锅中烧水，大火烧，把水烧到似开未开的状态，往里边加入1勺白糖，用勺子把白糖搅拌融化。加糖的目的是为了增加水的浓度。煮汤圆的时候汤圆不会吸收太多的水分，可以防止汤圆煮出来不成形，这样煮出来的汤汁会更加的清甜，汤圆也会更加的有嚼劲。同时往里边加入少许的食用盐，将其搅拌溶解开。先加入了盐后，纯水就变成了盐水，这样一来，盐在水里是以离子的形式进行的，所以当我们下入汤圆后，离子会与汤圆中的淀粉、蛋白质相结合，这样水便不会浑浊，汤圆也会变得更加的紧实爽滑，所以就不容易破皮变糊了。现在就让锅中保持一个似开未开的状态。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大碗，往里边加入少许的食盐，再加入冷水，将食盐搅拌溶解开。煮冻汤圆时千万不要直接下锅，我们需要先不解冻。我们把汤圆放入冷水中，让汤圆渐渐适应由冷到热的这个温度。这个步骤可以使汤圆缓慢解冻，而且这样做可以让汤圆皮吸收一些水分，恢复一些弹性，煮的时候就不容易破皮了，避免后续加热急剧开裂长破的情况发生。食用盐的目的是使汤圆皮更加的有韧性，放置30秒左右就行，时间不宜太长，然后迅速捞出，再放入似开未开的锅中。煮汤圆究竟是冷水下锅还是沸水下锅呢？这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值得争论的话题。众所周知，新鲜的汤圆需要水烧开了再下锅，但是对于冻汤圆就不能等水开了再下锅。如果水开了下锅，由于沸水的冲击力，汤圆很容易破皮。但是如果冷水下锅，汤圆在水里泡的时间过长，也很容易破皮的。所以说冷水下锅和沸水下锅都不对。正确的做法是，锅中水似开未开的时候下锅，这个水温不但避免了冷热相撞，同时由于汤圆皮已经吸收过水分，不会出现冻汤圆开裂的情况。入锅后半分钟，用勺子轻轻推动，避免汤圆粘锅，也不要推动的过早，避免破皮。至于煮汤圆，用铁锅或者是不粘锅都可以，但是我觉得用不粘锅煮出来，汤圆口感更香。如果用铁锅的话，铁锅会有一股锈味，无论你怎么刷洗，还是有股锈的。用铁锅平时我们炒菜吃味道会更香，特别是爆炒菜，美味佳肴啊。等到汤圆沸腾，我们就改用文火。记得煮汤圆的时候不能一直大火烧开。煮汤圆的时候，最开始是大火烧，然后下锅，大火烧至浮起来，
然后呢就不能用大火了，要改用小火，遵循沸水下温水煮的原则，让汤圆慢慢受热均匀，不能一直处于沸腾状态，否则汤圆容易破皮。等它沸腾，可以在空中加入适量的冷水，等它再次沸腾起来，进行点水，一定要再次煮开，间隔分开2次加入，这叫做点水。点水呢，最好是用温水，用温水煮出来的汤圆口感吃着更好。我们加入150毫升，轻轻搅动一下汤圆，然后呢继续煮，点2次水，滚3次开。煮制期间要经常用勺背轻微的打转推动，这样汤圆受热呢就会更加的均匀。亲爱的家人朋友们，制作视频不易，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请您用发财的小手帮我点个赞吧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为什么说汤圆不能开水下锅，大火一直煮到底？不少朋友煮汤圆呢都是开水下锅，是大火一直煮到底。其实这样做容易出现2个问题，一是汤圆容易开裂，汤圆买回家基本都是要放入冰箱冷藏的，拿出来煮的时候呢是属于低温的状态，遇到高温的沸水，外皮很容易开裂。二是大火煮到底的汤圆口感呢就不是软糯弹爽，而是变得粉糯糯的了，还容易破皮。煮汤圆切记不能开水下锅，一定不能大火一直煮到底。很多朋友不知道文火到底是个什么火。家中的天然气来说，把开关拧到标志上，火力最大就是大火。大家可以看看，此时灶头上全都有火，文火就是第2档，中间有火，外围的火似有非有，小火就是最小的那个。很多朋友煮的汤圆不错，出锅的时候呢却把汤圆捞破皮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工具用的不对。很多朋友呢习惯用漏勺捞，恰恰是漏勺把汤圆给捞碎皮了。煮熟的汤圆已经变得软了，漏勺呢是带有孔的，汤圆外皮煮软后，自身重力因素呢就会进入到这些孔中，当往盘中倒的时候就会划破表皮。正确的方法应该是用汤勺捞，捞的时候呢还要带汤汁，这样捞出来的汤圆才会圆润不破皮。这样煮好的汤圆软糯香甜，不露馅不夹生。如果你要煮很多汤圆，煮了2到3锅后，锅里有大量的糯米粉，汤水变得很粘稠，束缚了水分者的运动，就要重新换水了。勤换水煮汤圆熟得快，不夹生也减省了煤气和电力。如果不换水，不仅熟得慢，还会夹生。这样简单的几步，美味的汤圆就煮好了，热气腾腾，个个完整，颜色鲜亮，真的是特别的有食欲。咬一口软糯无比，真的是太好吃了，一连吃1碗都不够呢，都是非常不错的哦。下次再煮汤圆，赶紧用上我这个小妙招哦，保你煮出来的汤圆又香又糯，美味极了。如果你还有其他煮汤圆不破皮不露馅的技巧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让更多的人受益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。如果我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给我点个赞，加个关注哦。点击我的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精彩内容。每天呢都会分享不一样的精彩视频。我是乐乐妈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，拜拜。